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脉象的要素以及正常的脉象。脉象的辨识主要靠手指的感觉，脉象的种类很多，中医文献常以位、数、形、势等方面来加以分析。位是指的脉位，它是指脉动的部位和长短，其中脉位是指的脉动的部位浅深，主要有浮脉和沉脉两种。脉长是指脉动应指的轴向范围的长短，主要有长脉和短脉。数是指的脉数，它是指脉动的频率和节律。其中脉率是指的脉动频率，脉率有快有慢，快者为数脉，慢者为迟脉，不快不慢为平脉。脉率即脉的节律，主要是脉动均匀度的变化。脉率是指脉动节律和搏动力度大小是否一致。病变的脉率主要表现为节脉、带脉和促脉。形是指脉形，它是指脉动的宽度和紧张度的形态。其中脉宽是指的脉动应指的径向范围大小，可分为宏大脉和细小脉。脉的紧张度是指的脉管紧张或迟缓的程度，紧张的有弦脉、紧脉，迟缓的有缓脉、濡脉等等。势是指脉势，它是指脉动的强弱、流畅的趋势。其中，脉力是指的脉搏来势的强弱程度，分为有力的实脉和无力的虚脉。脉的流利度是指脉搏来势的流利通畅程度，流利圆滑的为滑脉，艰涩不畅的为涩脉。脉的位、数、形、势这4个要素是体察脉象的基本要点。那正常的脉象又称为平脉或常脉，是指正常人在生理条件下出现的脉象，既具有基本的特点，又要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和范围，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脉象。正常脉象通常描述为依稀4到5至，不浮不沉，不大不小，从容和缓，流利有力。寸关尺3步均右脉，尺脉承取不绝。正常的脉象反映了正常的位、数、形、势的变化。古人将正常脉象的特点概括为有位、有神和有根。其中有位就是指有胃气，脉的胃气主要反映为脾胃运化功能的盛衰、营养的状况的优劣和能量的储备状况。有位的正常脉象主要体现在脉位居中，不浮不沉；脉率调匀，不快不慢；脉力充盈，不强不弱；脉道适中，不大不小；脉势和缓，从容有力。有神是指有神气，脉的神气主要反映在精气的盈亏和胃气的盛衰。有神的正常脉象是指的硬直有力而柔和，而且节律整齐。有根是指脉有根基，脉的有根和无根主要反映肾气的盛衰。有根脉主要表现为尺脉有力，承取不绝。正常的脉象特点是为有位、有神、有根，但是正常的脉象也会受到年龄、性别、形体、生活起居、精神情志、季节气候、昼夜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生理性的变异。只要有位、有神、有根，这种生理性的变异的脉象仍然属于平脉和常脉的范畴，
临床上应与病变的脉象相鉴别。比如在年龄上，年龄越小的孩子脉搏越快，青年人脉搏比较大而有力，老年人的脉呢多弦，这都是平脉。在性别上，一般来讲，女性的脉势比男性的脉势弱，而且脉搏频率较快，脉形也比较小。在形体上，通常来讲，身形高大的人脉位比较长，矮小的人脉位比较短，瘦人脉多浮，胖人脉多沉，运动员的脉多缓而有力。由于禀赋的不同，体质的差异，有六脉同等成细而无病者，称为六阴脉；有六脉同等宏大而无病者，称为六阳脉。生活起居上，剧烈运动后脉多洪硕，入睡后脉多迟缓，酒后饭后脉稍硕而有力，饥饿时脉多缓弱。精神情志上，一般来讲，喜则气缓而脉多缓，怒则气上而脉多弦，惊则气乱而脉动则无序。季节气候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，也会影响到脉动。比如春天脉位比较浅，而且端直以缠，如按琴弦；夏天脉来形体较大，且来盛去衰；秋天脉在皮肤下，但脉势已减而见浮脉；冬天脉位深沉而有力。这些应时之象不属于病脉。《素问》将四季平脉总结为春弦、夏钩、秋毛、冬实。昼夜的影响，比如白天脉偏浮而有力，夜晚脉偏沉而势缓。地理环境的影响，比如我国东南方的地势比较偏低，气候温暖潮湿，人体的肌肤腠理比较舒缓，所以脉多细软而偏硕。西北地势较高，空气干燥，气候偏寒，人体肌皱致密紧缩，故脉多沉实。另外，脉位的变异是指的桡动脉解剖位置出现了异常，表现出来了脉象变异。比如斜飞脉是指的寸口不见脉搏，而从尺部斜向手背出现了脉象；反关脉是指的脉象在寸口完全见不到，只能在寸口的背侧见到的脉象。斜飞脉和反关脉都是桡动脉的解剖位置异常，不属于病脉。以上这些生理性的脉象变异，只要是有位有声和有根，仍属于平脉的范畴，应该与病脉相鉴别。以上是我们讲到脉象的要素和正常脉象的内容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